好，你好，人类好，我不是 Mickey。你猜到我是谁了吗？今天由我来主持节目。我跟 Mickey 共同创作了下面一个有趣的故事。这故事比我们之前写出的最有趣故事还要有趣。等你准备好，就让你见识一下。MA108。刻薄女子。有一位女子独自在这大千世界中编织着自己的生命，玩着自己的游戏。她的个性尖酸刻薄，言辞犀利，但举止优雅。因为这样的个性，她时常被大家讨厌，甚至被所有的朋友排挤。然而，她并未因此而气馁，反而鼓励着身边那些正在被排挤的人，告诉他们一个人吃饭也是很 OK 的。有一天，她独自走出家门，来到一间距离家中有些远的高级餐厅，打算一个人在这里吃饭。这间餐厅有一条长长的走廊，走廊尽头就是餐厅的大门。当他即将穿过这扇尽头大门的时候，门突然被人关上了。他用尖酸刻薄的口气说道：这算什么东西？你们这间餐厅是在开玩笑吗？本小姐不吃了，叫你们经理出来。他知道自己说这些话有多蠢，但他就是喜欢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。他内心认为，活在世上就是必须与人们不断的谈判与妥协。如果对方经理不出来，那他就会听到一个冷冷的声音说：不好意思，我们的经理现在不在，请您稍等一下。他听见了，于是他站在门口，等了又等。他感觉自己在新环境中慢慢正适应，有时候还会对那些进入餐厅用餐的客人报以嘲弄的一笑，说道：够幼稚，人生可怕的不是对牛弹琴，而是牛一直对你弹琴。他整理自己穿出门的高雅的衣裳，看看窗外的天气与行人，等了又等，他等了又等，经理始终不出来。我到底要在这里等多久？难道等到餐厅打烊吗？每次他这么说，他就会听到一个冷冷的声音回答他：不好意思，我们的经理再过一段时间就会来了，请您稍等一下。他白白在那边不断糟蹋着自己的青春与生命，根本是故意让我等，真是有够幼稚。就在他快要失去耐心的时候，他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沿着长廊走过来，那是他的前男友，也是他最恨的人。他赶紧转身，别让他看见，但是又忍不住观察他。他推门让身边那年轻漂亮的女孩先进餐厅，两人在服务生的带领下，笑容灿烂地来到餐厅里靠窗的好位置。那个位置正好是他最想坐的地方。他心里感觉一阵刺痛，不知道该怎么反应。他又想起他们分手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他背叛了他，和别的男人翻云覆雨。他想转身离开餐厅，但又觉得没有面子。他想要大声骂他，但又怕引起别人的注意。他只能咬牙忍住，假装没看到他们。我还站在这里做什么呢？他想想不对啊，当那两人走进这间餐厅，他就已经丧失时，说什么也不想在这里用餐。他告诉自己，走吧，离开这里吧。就在这时候，餐厅经理出现了。小姐，你找我是吗？是啊，女子一脸惊讶地说，我就想问你为什么这扇门在我靠近的时候关上了。餐厅经理更是一脸惊讶，什么门？我不明白您在说什么。女子随便指向墙上一个小小的圆形的点，就是那扇门啊，我刚才看到里面有一个神秘的房间，里面有很多琴棋诗书画，还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里面磨墨。我很好奇，就想去看看，结果门就突然关上了。餐厅经理跟着他的目光看去，却只看到一面平平无奇的墙壁，没有任何门或窗户的痕迹。小姐，您是不是看错了？这里根本没有门啊，只有一面墙。如果你要进餐厅的话，要走这里。女子假装不相信地走进墙壁，用手摸来摸去。可是我真的看到了啊，你们是不是在耍我？餐厅经理摇摇头，小姐，我们没有这种心机，也没有这种本事，您可能是太累了，产生了幻觉。不如您先进来坐下，喝点水，放松一下吧。人生可怕的不是对牛弹琴，而是牛一直对你弹琴。我才不要，你们这什么破餐厅啊，一点待客之道都没有。女子一边说着，一边转身离开。餐厅经理看着她的背影，
心想这可真是一个难搞的客人。不过幸好这件事情解决的还算容易。女子走出餐厅，给自己招了一辆黑色的计程车。车子靠了过来，开车的是一个戴着扁帽的龅牙老头子。老头子看到女子，就夸奖她衣服穿得很有品味，人长得又漂亮，一定是仙女下凡，昔时在世，诸如此类的。接着才问她要去哪里。可怕，人生可怕的不是对牛弹琴，而是牛一直对你弹琴。女子听了老头子的话，觉得很反感，她觉得他是在嘲笑她。她冷冷地说，你少跟我讲话，油腻腻的，你这种老不休，懂什么时尚，你还不快点开车，我要去市政厅。老头子被她的话吓了一跳，他觉得她很没礼貌，但他也不敢跟她争，只好默默鼻子安静地开车。他心里想，这个女人真是疯了，我只是想跟她聊聊天，没想到她这么反友善。她为什么要去市政厅啊？难道她是什么权贵阶级人士？女子坐在后座上，看着窗外的风景，心里很不高兴。她觉得今天遇到的人都很讨厌，先是那个服务生，再来是餐厅经理，然后是这个计程车司机。她觉得他们都不尊重她，都不知道她的身份。她想，我可是市长的女儿，我有权利要求别人对我好。我今天要去见我的爸爸，跟他说说那些人的恶性，让他给我出气。其实你有没有想过，这是你自己的问题？龅牙老头子说道，告诉你一个秘密，其实我能听到所有女人的心声，真太恶心了。女子吓得花容失色，她说，你在说什么东西？我没有骗你，我是特殊能力者。龅牙老头子说道，像我这样有特殊能力的人，我可以听到女人的心声，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，你对任何人都不满意，除了你自己。你只是随便猜的吧，谁都能看出来我在生气。况且既然可以听见别人的心声，本来就是不可能的事情，而且还限定是女人。女人？为什么限定女人？这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我比较有女人缘吧。老头说，我又听到了，你觉得自己是最了不起的人，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。女子气得脸都红了，她说，你这个老不死的人，你是不是鼻头国来的？你有什么资格来评论我呢？一个开计程车的司机，你有什么能耐啊？哎呀，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，你讲的话跟你心里想的东西竟然如此一致。龅牙老头子摇摇头说，哼哼，你以为你是市长的女儿就了不起吗？其实你只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女人，你知道吗？你爸爸其实很讨厌你，他觉得你是他的负担，他只是因为良心不安才对你好。你敢这么说我爸爸？女子快要气疯了，她说，你这个无耻的老东西，你怎么可以这么侮辱我和我爸爸？我没有侮辱你们。龅牙老头子说，我只是告诉你事实，如果你不信，你可以问问他。好啊，我就问问他。女子拿出手机，打算给他爸爸打电话。你真的要打？我当然要打，真的，当然。好吧，好吧，龅牙老头子说道。不过我还是要告诉你一件事情。什么事情？其实我刚才是开玩笑的，只是想气气你而已。而且我的真实身份不是开计程车的司机。龅牙老头子说，我是无名作家 Mickey， 我正在写一本小说，而你就是我的灵感来源。什么？女子惊呼道，你又在乱讲什么东西？好啦，我们来想想看这个故事到底要怎么收尾吧。老头子 Mickey 说，你有什么想法吗？对于这个故事，我没有什么想法。OK， 女子说道，我只想离开这个地方，离开这辆车，离开你这个疯子。你到底想干嘛？你为什么要把我卷进你的小说里面？因为你很有趣啊。Mickey 说，你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女人，你的心声很有意思，你的反应很有戏剧性，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小说角色。我不是你的小说角色，女子说道，我是一个真实的人，我有自己的生活，我不想被你这头笨牛利用。别这么说嘛。Mickey 说，我没有利用你，我只是欣赏你，而且我也没有把你的真实姓名和身份写进去，我只是借用了你的一些特征和情节。那也不行，女子说道，你没有我的同意就把我写成小说，
这是侵犯我的隐私和人格权。好吧 Mickey 说道，那我就删掉吧。不过，在我删掉之前，你能不能给我一点建议呢？你觉得这个故事应该怎么结束呢？我不管，女子说道，你爱怎么结束就怎么结束，反正我不会看你的小说的。哎呀，你真是太冷漠了， Mickey 说道。故事到此结束。这个故事有趣吗？我觉得哪里怪怪的，所以我一度想继续看下去。Mickey 到底在影射谁呢？该不会是我吧？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。各位期待我继续主持的话，欢迎在影片底下留言。别忘了帮如此美丽动人的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影片更新。那么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